继续，给我破！再来，继续！道尊成了！我知道我突破时动静不会小，却没想到这动静竟然会如此巨大。道尊便是如此，那等我今后突破达到天尊时，或者达到更高层次时，又会如何？唉，好舒服。这种感觉，便是道尊吗？我本就已经是3星顶端王族骨神，肉身无比强横，可现在我感觉我的肉身比之前还要强了数倍，在灵力爆发上也强出了10倍不止。强大，这种强大的感觉。剑无双，快瞧瞧你突破达到道尊后所拥有的不同之处。对。啊，这是什么？这是灵魂之火。灵魂之火？不可能，不可能！你才道尊，区道尊呐，怎么可能拥有灵魂之火？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当初洛真王也是快达到了万古混沌世界的顶尖层次，且花费了莫大的精力跟代价，好不容易才令自己的意识蜕变，点燃了灵魂之火。可你一个道尊，距离洛真王那一层次还差个108000年呢！哎呀，竟然点燃了灵魂之火！变态，逆修真是大变态！如此变态的存在，怪不得会被天道所不容。国王，到底怎么回事？这灵魂之火到底是什么呀？小子，你走大运了。走大运？哼，灵魂之火是由你的意识演变而来的，你现在应当也能在那个感受到那灵魂之火里边的奇特力量，跟你的意识其实是一体的吧？是，我感觉到。那就是由意识演变而来的灵魂之力。你应当也清楚，一个人的意识非常奇妙，可以称得上是虚无缥缈。虽然存在于人的脑海里，但却没法形成实质。向你施展的意识攻击，同样也是无形的攻击罢了。说白了，意识不是物质。这我知道。然而，当一个人的意识足够强大到一定层次之后，他的意识便会渐渐实质化，最终则是演变成完整的一个完整的灵魂。意识的力量也将完全蜕变为灵魂之力。灵魂之力可比意识要强横多了，灵魂之力完全可以实质化，甚至可以化为任何物质。在万古混沌世界一些顶尖强者里，可用灵魂之力化成神兵去厮杀，化成分身，化成万物一切，那可是非常高端的一种手段。这么了得？当然了得。灵魂之力用途广泛，若是实力达到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等顶尖存在，他们甚至会将灵魂之力当成修炼的根本。每位顶尖强者都会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灵魂，而这些强者的灵魂一开始也都是由微弱的灵魂之火慢慢变得坚韧强横的。此外，就算是灵魂之火，其演变转化的过程也会异常艰难。万古混沌世界很多强者费尽心机，都没法令自己的意识化为灵魂之力，点燃灵魂之火。可作为逆修的你，刚突破道尊，竟然就点燃了灵魂之火，简直不可思议。听你这么说，这灵魂之火的确很重要。不过我现在可还没有达到洛真王那等巅峰存在，我只是想知道，这灵魂之火对现在的我来说有什么帮助？
帮助当然有，而且超出你的想象。就你面前的这片战场，你之前完全只能依靠天童秘术，靠自己的视力去探查。至于你的意识感应能力，更是弱得可怜。而现在，你动用灵魂之力，仔细查探起周边的战场看看。用灵魂之力查探，竟然看得这么清楚。别着急，还有呢。你将灵魂之力继续散播开去。这都已经数百万里了，竟然还在弥漫。3000万里。剑无双，你现在再施展意识攻击试试。意识攻击？这灵魂之力用途无比广泛，不过你现在仅只是刚刚点燃灵魂之火，灵魂之力还很微弱。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灵魂探查跟灵魂攻击罢了，其他的用途你得以后才能够慢慢知道了。不过道尊便点燃灵魂之力，你今后可以慢慢的去滋润灵魂。将来若是真能达到洛真王那种地步，你的灵魂必将惊世骇俗。开辟最强剑道，突破达到道尊，我的实力本就得到飞跃，且随着境界提升，我在施展的碧焰流沙领域威能也会大幅度提升。再加上这灵魂之力，现在的我真不知有多强。可惜我虽然突破达到道尊了，但古神之力却并未取得进步，依旧是3星顶端古神，依旧只能催发出血煞降甲的第1阶段秘术。此外，我既然已经跨入逆天第4步，那永恒境的不死不灭能力也就没了。这坑洞底部肯定有着无比了得的宝物，不知凭我现在的灵魂之力，能否查探到坑洞底部？灵魂查探竟然被阻挡住了。这阴风谷底部的那件宝物非同一般，且还是那种极寒极阴的宝物，能够抵挡你的灵魂探查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你现在的灵魂之力还太弱。可惜了，看样子只能等今后实力更强，或者灵魂之力有大幅度提升了，再来这查探。剑无双小友，金府天尊，听说小友现在独自一人在战场上闯荡。对啊，有事吗？啊，是这样，老夫刚好也在战场上闯荡，而且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需要3位天尊大圆满战力的强者帮我一把才行啊。我现在暂时只找到了1位天尊大圆满，知道你也在战场上，所以才来找你问问。原来是这样啊！既然是金府天尊你亲自相邀的，我自然不能拒绝。但是不知道我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吗？你现在在哪儿啊？这是我所在的位置。啊，我在这儿，距离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太远了。就算你全速赶路，恐怕也得超过100年才能够赶到，来不及的。这么远？金府天尊，抱歉，我爱莫能助了。哈哈，没关系，我再联系几位天尊大圆满，看看他们来不来得及。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至于能不能置那剑无双于死地，就看天幻王你们几位了。父已经将那剑无双的位置传递了过来，就在这片区域。这片区域距离我们的老巢颇为遥远，就算以我们的速度，起码也需要数十年方才能赶到。幸好在那片区域附近有咱们暗中掌控的一处特殊之地，在那特殊之地里面有连接着空间的虫洞。既然如此，那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出发。
符给的位置就在这片区域。虽然经过了1年时间，可那剑无双应当也跑不了多远。不出意外，那剑无双应当还在这片区域附近。不过这片区域如此巨大，想要找到他也并不容易。光靠我们自己去找，当然会很麻烦。可我们却可以想办法令他自投罗网。自投罗网？怎么说？哼，很简单。天幻，你这是……这七星塔落入我手中已经有很多年了，我早与它融为一体。就算现在我解除了认主，也依旧可以操纵它。天幻，你的意思是？那剑无双在这战场当中闯荡，无非就是为了机缘宝物。既然如此，我便将七星塔拿出来，且故意解除认主，还给他造成一副宝物出世的景象。动静自然是越大越好。那剑无双若是在这附近，必然会第一时间便赶过来。好主意，如此，那便直接开始吧。嗯。万事俱备，现在就等着那剑无双自投罗网了。如此动静，莫非是有宝物出世？赶紧过去！好强横的气息，如此气息，应当是混沌奇宝吧？是混沌奇宝，而且还是那种有着特殊能力的混沌奇宝，论价值，比那些用作攻击的混沌奇宝神兵也要贵重不少呢。如此一件珍贵的宝物出世，而我竟然是第一个发现。莫非是周边这片区域并没有来自清火宫或是金国的强者在这闯荡吗？有这个可能。剑无双，进塔内看看吧，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座塔给认主了。那小子倒是真够谨慎的，还好咱们聪明藏在七星塔内，有七星塔的存在，他根本就发现不了我们。这剑无双已经自投罗网，天幻王，就由你直接出手吧。放心，交给我便是。那小子既然到了我的七星塔内，就绝对不可能再活着出去。哼，瞧，他已经落入我的手段当中了。那是混沌奇宝，对，是混沌奇宝，而且不止一件，竟然足足数十件。还有那里那个镯子，那气息明显比混沌奇宝还要强得多，难道是混沌神宝？哼，有几件混沌奇宝也就罢了，竟然连混沌神宝都弄出来，真把我当傻子？你这幻境也太儿戏了一点。竟然如此轻易的便破去了我用七星塔布置的幻境，这小子倒是有点能耐。天幻王，怎么回事？一点小意外而已。那小子应当是修炼了一门特殊的秘术，可以看穿我的幻境。既然幻境没有，那便直接动用意识碾压，湮灭他的意识。什么？我动用七星塔施展的意识湮灭，切尊之下，按道理应当没有人能抵抗得住。这小子竟然硬生生给扛住了，这怎么可能？哼，我就不信了。意识强又如何？这里可是我的七星塔内，我才是这里的主人。既然意识攻击灭不了你，那我便直接镇压你。哼，想镇压我？怎么可能？那小子手中是什么宝物？竟然连我的七星塔都撑不住他的冲击力！糟糕，再这样下去，我的七星塔都得被彻底毁掉不可。这股气息，哼，金国还真是看得起我啊！竟然同时派遣3位阶尊，甚至还不遗余力地布下陷阱来杀我。小子，你早察觉到我们3人的存在。对。剑无双，
你身上的气息，比上次本王见到你时要强上了不少。如果本王没看错的话，你应当已经突破达到道尊了吧？侥幸突破，怪不得知道是陷阱后，你还能这般从容了。原来是突破道尊了。不过，就算你突破达到了道尊，今日在我三王联手之下，你也必死无疑。必死无疑？我看不见得。天影王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出手杀了便是。你们两个不动手的话，我先动手了。剑无双，你现在面对的这3位界尊，实力都不算太强。以你现在的实力，1对1的话，完全可以跟他们抗衡。而1对3，你有碧焰流沙葫芦在，流沙领域一出，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他们也奈何不了你。我知道，不过刚开始我可没打算用碧焰流沙葫芦。等着我，先跟他们玩玩，然后再动用碧焰流沙葫芦直接离开。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这件事儿立即禀告给我的清火宫几位公主才行。小子，受死！天崩式！他一个刚突破的道尊，竟然敢跟精炎王硬碰硬，真是找死！再来！硬碰硬，本王会拒你。这小子如此疯狂的正面碰撞，那力量碰撞产生的力道也会有部分作用到身上的。这么多次碰撞下来，就算是我，都受到了一些伤害，战力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而这小子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终于知道那位为何会下令让我们3王同时出手来对付这剑无双了。实在是这剑无双的进步速度太吓人了一点。之前在丹星宫外，我曾对他出过手，当初我随手一鞭便将他重伤，他在我手中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若非是那旭日剑帝赶到，我都已经将他杀死了的。可现在他展露出来的实力，本王竟然都没有把握正面对上他。还好我们找准了机会，及时出手。若是再给他一点时间，等他成为了天尊，或许能够匹敌他的，也就咱们的国主大人了。如何？这小子今日必须死！金阳王，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又来一位，天，好快，去！这般轻易便化解了我的攻势，他的剑术很是高明。看我的！这一斧，意识攻击，而且还是很强的意识攻击。刚刚那一斧是我最强的一斧，他正面接下竟然没有受伤，而且他还是在遭受到天幻王你的意识攻击之后，再接的我这一斧。我刚才也是全力施展意识攻击，可他竟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连动作都不曾有丝毫的停滞。他才活了多久？意识怎么会如此强大？这小子手段不弱，我们3个也别都藏着捏着了，竭尽全力置他于死地。他若不死，今后成长起来的话，那对我金国而言绝对是一场噩梦。好，我先来，你们2位找机会出手。不是幻神，竟然都是真神！我，哼，这秘术倒是不错。碧焰流沙，给我冲！哼！混蛋，那到底是什么宝物？应当是类似于领域的宝物。天幻王，我会动用血冥功，你找准机会，施展你最强的杀招。好。那是剑无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应当是血冥功。
是一件颇为了得的混沌奇宝，在万古混沌世界里边名气也不小。万古混沌世界当中，一些势力组建了强者军队，有的无比精锐的队伍，就奢侈的每人一柄血冥功。血冥功威能不足，你小心了。掉。哼，仅仅半月。挡住了，再来一剑。哼，还来？什么？还有什么手段？尽管用出来。啊，那是魂晶。魂晶？什么东西？魂晶是用来储藏灵魂之力的宝物，颇为珍贵。好家伙，你们所在的这片战场还真是一处大宝藏，宝物如云。在万古混沌世界，像戒尊这一层次，除了少数逆天的或是有背景的一些人之外，几乎不可能拥有混沌奇宝的。可现在光是你面前的这3位金国戒尊，就拿出了数件混沌奇宝了。从一开始那座7层高的塔，那天影王的长鞭、血冥功都是混沌奇宝，其中那7层高的塔跟血冥功更是颇为珍贵。而现在这人又拿出魂晶来，真是富得流油啊！这要是传出去，足以让万古混沌世界众多戒尊，哪怕是比戒尊更高层次的存在，都为之羡慕。单单这金国的戒尊们，便拥有如此多的宝物，而你们清火宫在这片战场的时间可比金国要悠久多了，得到的宝物肯定也更多。难怪清火宫的那5位公主对碧焰流沙葫芦这样宝物都不怎么放在心上。现在先不说这个，国王，你直接告诉我，这魂晶有什么用？魂晶是用来储存灵魂之力，而这些储存起来的灵魂之力是可以用意识引导施展攻击的。而这人拿出的魂晶，便还存在着一些灵魂之力。他现在就打算用意识引导出来对你进行攻击。剑无双，这可是灵魂之力的攻击，你可得小心了。灵魂攻击？剑无双，去死吧！哼，蠢货，竟然如此笨拙地引导灵魂之力施展攻击。剑无双，这道灵魂攻击你无需理会，因为他根本伤不了你。哦，死了吗？我通过引导魂晶施展的攻击，已经超出了意识攻击的范畴，那是灵魂攻击。这等攻击，别说剑无双区一个道尊了，纵然是戒尊，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挡住，他必死无。不可能，绝不可能！3位，你们的手段我都已经领教的差不多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恕不奉陪了。想走？哼，哪有这般容易？哼，我只因为刚突破，才把你们3个人当成炼金石战上一场。可我要是想离开，光凭你们3个，还没资格留下我。流沙领域，追！我们追！该死的，有这领域存在，我的速度被压制了许多，根本发挥不出去啊！我也被压制了很多，不过我勉强可以跟上他。怎么办？怎么办呀？没办法了，这剑无双的实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光凭我们3人根本杀不死他，只能让那位亲自出手了。那位？我已经传讯给那位了，至于那位动不动手，就看他自己了。剑无双，你现在的情形如何了？五位公主，我刚跟那3王战上了一场，他们用尽了手段，但没能杀死我。现在他们虽然还在追杀我，可是我有碧焰流沙葫芦在，应当可以甩掉他们。剑无双，
你刚刚说你跟那三王交手了？是。三王联手都没奈何得了你？是。这怎么可能啊？啊，我已经突破道尊层次了。就算是突破了道尊，也不可能这般强啊。剑无双，你将那三王的相貌特征，还有他们用的手段说一说，我看看是金国的哪三位。这三王当中，有人是跟我打过交道的天影王。至于另外2位嘛，一位是擅长意识攻击的女子，还有一个是使用大斧。至于他们的样貌嘛，是天幻王跟金阎王，再加上天影王。这三王当中，金阎王实力最强，天幻王则是手段最诡异最恐怖，天影王倒是最弱，但他的速度跟纠缠人的能力都非常了得。他们3人联手，就算是围杀一名寻常的界尊都绰绰有余了。看样子我们还是小看了剑无双的全力呀。他现在已经足够能在三王手中从容而退，实力必定也堪比界尊。他这才刚突破到达道尊呐，便足以跟我等并列。若是等他以后突破到天尊……剑无双，那金国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你的潜力，所以方才想要提前将你扼杀。只是没想到你的实力会如此惊人。他们这次若是失败了，肯定还会进行下次。因此，你甩掉那三王之后，最好是立即返回清火宫。好。啊，竟然还有一人，而且也是界尊。剑无双，我能够感应到你面前的这位界尊实力非同一般，绝对比跟在你身后的那3位界尊要强上不少，你千万要小心了。3大界尊联手，竟然还杀不了一个道尊，还得本王亲自出手，真是废物！我一出手，本王的存在立马便会被清火宫的人知晓。等决战到来时，我金国也少了一张出其不意的底牌。不过这小子天赋如此之大，若是不除去，今后也必成大患。就算本王的存在暴露，也绝对不能让这小子成长起来。上！剑无双，小心了！流沙领域，给我压迫！给我破！强成这样，界尊巅峰，这家伙绝对有界尊巅峰的战力。剑无双，赶紧逃！五位公主，我又碰到了金国的一尊界尊，他的实力比其他3位界尊要强多了。我能够从那3位界尊手中从容退去，可是我却没把握从这名界尊手中逃走。又来一位界尊，4王同时出手。剑无双，那天幻王、金阎王、天影王3人联手，便已经非常了得了。你能够从他们手中从容离去，那金国剩下的几王当中，应该没人能够奈何得了你啊。对，金国9王实力都相差不多，并没有非常强横的存在。剑无双，你赶紧将这4位界尊的手段还有相貌跟我们叙说一遍。这位天尊青年模样，一头红发，用的是长枪，实力极其可怕，起码比那金阎王要强上10倍都不止，仅仅是1枪便将我给重伤。哎，对了，他施展枪法时还有血色雪花飘落。红发，使用长枪，比金阎王要强上10倍不止，而且出枪时还有血色雪花。是红血王，是他！什么？红血王？这怎么可能？红血王怎么可能还活着？500万年前，我清火宫跟金国的那场大战，他应当已经死去了才对呀。没死？这红血王竟然没死！
红血王实力远比寻常的界尊要强出一大截。论实力，我们整个清火宫也就轮回殿主你凭借着一些宝物能够跟着红血王正面抗衡，而我们4人不管是谁，面对这红血王估计都只有逃窜一途。而且这红血王不管是攻击威能还是速度都非常擅长，现在他亲自追杀剑无双，这小家伙当真危险了。轮回，你现在也在战场当中，若是你不惜任何代价的话，需要多久才能赶到剑无双所在的位置？我虽然在战场，但距离他所在的区域却也有一段距离。就算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赶到他那儿，起码也需要数天的时间。数天？数天？我叶公主，你们无需管我，我会尽最大努力，让金国付出代价。哎，没想到我刚突破道尊，便遭到金国的暗杀了。哎，这尊分身看来是保不住了。国王，你做好准备，待会儿我会创造机会送你离开，顺便把我的血煞降甲、血锋剑也都带着。这红血王的实力极强，速度又极快，我施展第2重龙血秘术，加上流沙领域压制他的速度，他无法把他甩掉，而我清火宫的强者也来不及来救我，注定这一本尊是保不住了。我有2大本尊，损失了1尊，另一尊也能恢复过来，算不上什么。但身上的宝物，我得想办法保住才行啊。我明白了，你将血煞降甲跟血锋剑都交给了我，那碧焰流沙葫芦呢？这碧焰流沙葫芦我还有用，便不给你带走。就算最后失去了，虽然可惜，但是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除了碧焰流沙葫芦之外，我还要留下2滴古神之力，还有以及一些恢复灵力的丹药，其他宝物都给你了。你想办法把这些宝物全部带走，要是带不走，宁愿直接毁掉，也不能便宜金国的人。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得保住性命。放心吧，我当初跟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尽管现在因为认你为主的关系，实力削弱，却也不是区区一个界尊能够杀死的。那就好。这里已经到了阴风谷附近，差不多了。杀！哼，找死！这意识攻击竟然不比天火王弱！我交给你了。重寿？哼，管他是什么，一并灭杀了便是。阴风谷到了。剑无双，怎么不继续逃了？灵力已经不多了，更何况追杀我的还是经过众多强者当中最强的红血王，我就算是想逃，那也得逃得掉才行。剑无双啊，本王倒是真佩服你，区区一个道尊，竟然可以在我金国3王的围杀下从容而退，就连本王都得花费莫大力气才能够奈何得了你，这般能耐，当真了得。你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像你这样的天才都并不多，可惜了。再如何了得的天才，若是死去了，那就跟废柴没有任何区别。而今日你必死。你说的没错，我今日的确是死定了，这一点我也承认。我剑无双就算身死，也绝不会死在你金国强者手中的，更不会白白便宜你金国的。哦，哎，看到你脚下的那个巨大坑洞了？这坑洞是我很久之前发现的，我把它命名为阴风谷。这坑洞巨大无垠，
深度更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可里面到底有什么，是有着莫大机缘，还是一处天然绝地，我并不知晓。之前我想要尝试去这坑洞底部一探究竟的，可惜一直没有这个勇气。但眼前这般局势，我已经是注定身死了。在死之前，我可以赌一把，我就赌这阴风谷的最底部是机缘之地，还是一片绝境。红雪王，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赌一把？哼，红雪王，你若是不怕死，那跟着我；若是没胆量，那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走。去还是不去？这小子区区一个道尊都敢闯入这坑洞底部，本王没理由会怕他。何况好不容易才将这小子逼到这般局面，若是现在放弃了，难保这小子机缘巧合下存活下来，那将来对我金国而言，绝对是场噩梦。不能前功尽弃，必须上。怎么办？咱们要不要也跟过去？对这阴风谷，我金国并没有过任何记录，也并不清楚这阴风谷底部到底是福还是祸。但现在既然红雪王跟剑无双都进去了，咱们三个总不能干看着。按道理，以红雪王的实力，独自一人就足以将那剑无双给彻底灭杀了。可怕就怕这阴风谷内有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危机，让那小子机缘巧合下逃掉了。若是更甚的，连累红雪王都陨落在其中，那我金国的损失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三个最好跟上去，也好助红雪王一臂之力。既然如此，那便动身吧。这片战场天然险地数之不尽，但有资格威胁到我们界尊的，却也不会太多。哪儿那么巧让咱们给碰上了？顶多我三人小心点儿，若是察觉到不对劲，赶紧逃上来便是。好。四王当中，红雪王实力最强，手段众多。500万年前，清火宫为了对付他，付出了莫大代价跟精力。原以为将他杀死了的，可谁知道他竟还活得好好的。而这阴风谷，用不了多久，那血寒阴风便会爆发，也不知道能否把他给彻底留下。至于其他三王，什么？看来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啊！这是逃，快逃！现在才想逃，逃得掉吗？都留下来，给我陪葬吧！给本王滚开！救我！快救我！好恐怖的劲风！红雪王还有天王他们都陷入这股劲风当中，现在岂不是？红雪王！红雪王！我施展了保命秘术，损失太大，必须立刻闭关。那剑无双？剑无双死了，天影王也死了。至于他们两人的宝物，必然也会沉到那阴风谷底。你们两个若是有胆量，大可潜入那谷底，将那些宝物给弄出来。走，赶紧回去。虽然丢了第一本尊，又丢了碧焰流沙葫芦，但不管怎么说，也弄死了金国的一位界尊。至于那位红雪王，就算不死，恐怕还得脱层皮了，也值了。金国，剑无双原本已经突破达到道尊，实力足以与我等齐肩，将来完全有机会成为我清火宫的领袖。可现在，之前我虽说不怎么待见这剑无双，但心底却还是希望他能够出我的预料，成为我清火宫的领袖，却没想到他会终于被金国暗杀。四位，跟我来。剑无双见过五位公主。剑无双，你没死？
本体，并非意识存在。难道你在战场当中闯荡的，仅仅只是你的一尊分身？不对啊，如果仅仅只是分身，实力怎么会强成这样？在战场当中闯荡的的确是我的本尊，而且那一本尊也的确死去了，可我从很早之前开始便有着2大本尊。2大本尊？莫非是逆修的缘故？对，逆修拥有着2大本尊，这2大本尊就算陨落了一尊，另一尊也能想办法恢复过来。这唐皇，你早知道剑无双拥有2大本尊？知道。我弟子小青也是逆修，他便拥有2大本尊，只是这事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哼，原来你早知道这小子死不了，还害得我们白担心悲痛了一场。逆修，当真可怕。拿过来。剑无双，如你所说的，你在战场上的那本尊已经陨落了，那么追杀你的红血王等人呢？他们如何了？我之前已经知道那一本尊保不住了，所以呢，便以自己为诱饵，给金国的4王设计了一个圈套。在我闯荡那片区域有一处险地，我把它命名为阴风谷。那阴风谷每隔半个时辰便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血寒阴风冲击，我上次便亲自体验过这血寒阴风的威能。此外，这阴风谷内应当只有我一人知晓里面的危险，还有那血寒阴风的爆发规律。金国对这阴风谷应当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抱着必死之心，直接闯入阴风谷内了。而那金国4王也跟着我闯进来了。接下来，血寒阴风爆发了，我的那一尊本尊瞬间被杀死了，但金国4王当中的天影王也直接身死了。至于那位血红王，他实力极强，有没有死去我不知道，但就算是不死，他肯定也遭到重创了。这金国4王甚至红血王都亲自出手，结果却没能真正将你杀死，反而自己损失了一位天影王，甚至连红血王都有可能折损其中。哈哈，这一次金国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付出了那么大代价，最后还是没能将剑无双杀死。金国若是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气得疯。剑无双已经死了。啊？金国如此疯狂地想要将剑无双杀死，无非是忌惮他的潜力，担心他今后会成为我清火宫的领袖，甚至达到更高层次。现在剑无双的第1本尊在那阴风谷内湮灭，金国必然会认为剑无双已经身死了，这对我清火宫而言是件好事。唐皇，你的意思是将剑无双藏起来？对，藏起来。确切的说，是不让金国知道剑无双还活着的消息，不然金国绝对会再想办法暗杀他，且今后还会一直盯着剑无双的成长，到了必要关头，甚至提前报决战，跟我清火宫鱼死网破也说不定。现在金国认为剑无双已经死了，而我们可以让剑无双待在暗中，让他悄然去成长，等今后成为我清火宫的一大杀器，到了关键时刻，他这一大杀器说不定可以发挥出不可思议的作用。说得对，我也赞同。底牌永远是藏在暗中的，剑无双完全可以成为我清火宫的一大底牌。只要是对清火宫有利的，我没什么意见。那好，那今后你就不要再去战场上游荡了，且最好跟我清火宫的那些天尊们也不要再打交道。我们5位公主会直接宣布你的死讯，你还活着的事，
有我们5位公主知道便足够了。可以，既然不能再去战场的话，那我便回清火界了。刚好，我在清火界内还有些私事没有处理。你可以去清火界，但切记，行事一定要低调。就算是跟人厮杀，尽量也隐藏身份。若是碰到了什么麻烦，不便亲自出手的话，你可以直接传讯给轮回、虚空2人。不管是轮回大陆还是虚空大陆，他们2位都可以替你解决。我明白。关于金国的这次暗杀，我总感觉有些蹊跷。蹊跷？剑无双，按照你所说的，你是落入那金国3王准备好的陷阱，才有了后来的一幕幕。可别忘了，咱们所在的这片巨型战场何等的庞大，那金国又是如何得知你独自一人在那片区域闯荡的，而且还准备好了陷阱等你来踩？剑无双，你在那阴风谷附近闯荡时，可曾碰到过金国的强者？没有。没有碰到过任何金国强者，可金国却知道你的位置，且提前布置陷阱。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2种可能。其一，是早在当初那丹星宫争夺战上，金国便有强者在你身上留下过那种特殊的印记，所以金国能够通过那印记感应到你位置的所在。这个可以排除。我之前在丹星宫外见过剑无双，后来又带他进入剑之世界，他身上若是有特殊印记的话，我早就察觉到了。对。既然这一可能排除，那么就还剩下唯一的可能，那便是我清火宫内有金国奸细或是叛徒，将剑无双的位置告知了金国。奸细、叛徒。剑无双，你好好想想，你在那阴风谷附近闯荡时，有没有碰到过我清火宫内的天尊？或者，你有没有将你所在的位置告诉过其他人？我在阴风谷附近闯荡时，不管是金国强者，还是我清火宫的人，都没有碰见。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确定。至于我所在的位置嘛，金府天尊。啥？金府？我所在的位置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便是金府天尊。那金府天尊似乎是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几位天尊大圆满相助，所以才传讯给我的。我也答应出手相助了。可是后来我却发现自己跟金府天尊的距离无比遥远，这事儿也就罢了。而在他向我传讯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有将自己的位置传给他。竟然是金府！其实我很早之前便怀疑我清火宫内部有金国奸细了。像上次我清火宫花费莫大代价送姬无梦入轮回，这件事进行的过程一直很小心，按道理那金国不应该知晓的才对。可事实上金国知道了，当时我便猜出是自己人告的密，可我没想到会是这位金府天尊。哼，知人知面不知心。崛起时间不过500万年，姬无梦那件事他也知情，现在又出了剑无双这件事儿，他的确有很大的可能是金国的奸细。现在就断言这金府是奸细还为时尚早，毕竟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就算现在我们去找他，他若是打死不承认，我们也奈何不了他。毕竟这金府在清火宫内的人缘可不错呀。想要确凿的证据很简单，抛下诱饵，直接引蛇出洞便是。引蛇出洞？怎么个引法？现在金无双被暗杀，那金府天尊若真是奸细的话，现在心底肯定会有些惊触。这个时候想要引他出来不容易，还是等过段时间，等他放松了警惕之后，咱们再出手。
既然如此，那剑无双，你还要不要在清火宫内留一段时间，等结果出来后再离开？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需要一位公主帮忙。何事啊？但说无妨。我陨落的那一本尊身上携带了不少宝物，以及一头虫兽。当我被那红血王追杀，自知无法逃脱后，我便让那头虫兽携带着我那些宝物提前逃掉。后来我那一本尊陨落在阴风谷内，那碧焰流沙葫芦应当还沉入阴风谷底，怕是很难再得到了。但我的其他宝物还有那头虫兽现在却还待在战场当中，所以我想请一位公主替我走一趟，将那头虫兽给我接回来。毕竟现在的我自己没法去战场。哼，这个简单，交给我了。我的本尊就在战场，而且距离阴风谷也不算太远，我亲自去走一趟，将你的那头虫兽接回来就是了。那就有劳轮回店主了。不用客气，你只需要告诉我你那头虫兽的位置便行了。剑无双死了！金国，天幻王、金阎王、天影王，甚至还有那位传闻中已经死去的红血王都出面了，足足4大界尊，竟然设下陷阱暗杀剑无双，这秦国还要不要脸呢？哎，可惜呀，可惜了这剑无双，绝世天才呀！听说剑无双已经突破达到了道尊，实力之强，足以跟我清火宫5位公主平起平坐。今后他若是再度突破到天尊境界，完全可以成为我清火宫的领袖。可现在却陨落了。剑无双虽然死了，可那金国也不好过。剑无双在死前以自己为诱饵，引导着金国4王闯入了一处名为阴风谷的绝地。那金国4王为此也付出了莫大的代价，连那位天影王似乎都被剑无双给弄死了。明知必死，就想方设法让金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剑无双，好一个剑无双！应当就是这里了。剑无双，我已经到了，让你的那头虫兽出来吧。好，稍等片刻。这就是剑无双的虫兽。小家伙，你的主人让我接你回去。小家伙，老子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你小子还没出生呢。别说他了，就算是这万古混沌世界都还未孕育而出，他竟然敢叫我小家伙！剑无双，这是你的虫兽。多谢了，国王，你没事吧？你看我的样子像有什么事的吗？倒是你小子，也幸好你有2大本尊，陨落一个也威胁不到生命，不然可就真的惨了。剑无双，这是你的宝物，你可得收好了。这次为了你的这些宝物，我可受到了不小的赏识。若是下次再碰到危险，你可别指望我会带着你的宝物逃窜了。这般狼狈的经历，有一次就足够了，岂能还有第2次？可惜了，那碧焰流沙葫芦落到阴风谷去了，今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拿回来。不过一件碧焰流沙葫芦罢了，丢了也就丢了，算不得什么。你所在的这片战场乃是一巨大宝库，只要你实力够强，什么宝物没有啊？那倒是。距离那剑无双身死还并没有过去多久，这个时候，旭日剑帝传讯唤我来做什么？难道是查出了一些猫腻？不可能！就算他在被追杀的那段时间里，必然也只顾得逃命，来不及想这些。或许清火宫的几位公主察觉到剑无双遭遇暗杀时有点蹊跷，但也绝不会联想到我的身上。拜封天尊，封天尊。
金府天尊，你们二位也是被旭日剑帝换来的？对。那旭日剑帝并非是单独换我来，还同时换来了白凤天尊跟风天尊，看来是在阵法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那剑无双啊。三位，你们三位在阵法一道上都颇为擅长，而我今日唤你们前来也是因为阵法。不过因为事关重大，我现在也不必跟你们细说，等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再跟你们详细说清楚。是。这是这片秘境是我不久前路过这片悬崖时机缘巧合下发现的。秘境？秘境，竟然是秘境！这片秘境我之前侥幸进入过一趟，虽然只是1天的时间，但却有着不小的收获。在我看来，它的价值或许跟我清火宫掌握的时空秘境比起来有所不如，但比之剑之世界绝对要珍贵不少。如此了得的秘境，我清火宫自然要想办法占据了。但现在这秘境周边有着一重禁制的存在，想要将这秘境占据，就得先想办法将这禁制给破去才行。所以我才请来了你们三位。你们三位都擅长阵法，都仔细钻研下，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破开这重禁制。此外，秘境关乎重大，在我清火宫将这重秘境彻底占据之前，你们三人不得将这秘境的事情说出去，可曾明白？是。真是天助我金国！这旭日剑帝发现了第4处秘境，却把我请来破除禁制，且这旭日剑帝仅仅是一人在这儿。也对，清火宫仅仅才5位公主，而且每位公主都有各自的职责。若是一口气全都来这儿，那就显得太过招摇了，金国会立刻知道这里有宝物。倒不如悄悄地让旭日剑帝带着我们3位天尊来破除禁制，无声无息地将这处秘境给占据了。打的倒是好主意呀，可惜你们注定要失败了。这一处秘境必定会成为我金国的囊中之物。还有旭日剑帝，他有成为清火宫领袖的潜力，我金国一直想要杀死他，却找不到机会。这一次正好一并解决。三位，动手吧。若是不出意外的话，现在金国已经得到了消息，派遣的强者用不了多久便会赶到。这片区域是我仔细挑选的，金国掌控的一处机缘之地就在不远处，其内还有空间虫洞，以金国强者的度，顶多数天便可以赶到这儿。那咱们就静静的等待几天，等金国的强者一到，咱们好好送他们一份大礼，顺便也将金府给揪出来。果然，那金府天尊就是金国奸细。哼，我就知道天底下哪来那么好脾气的人，就算真有，也早就死了，怎么可能会这么久？原来是金国的奸细。上一次金国4王暗杀你，结果却被你弄死了一位天影王，那红血王则是生死不知。而这一次我清火宫将计就计，不仅将金国奸细金府天尊给揪了出来，顺带摆了金国一道，同样斩杀了他们1位界尊，顺便还重伤了另外2位。短短数十年内便损失2位界尊，就算是金国恐怕也得心疼死。当然，小家伙，这一切可都是你的功劳。那4位现在已经开始返回，此外，那金府也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生擒了回来。等他们回来之后，你要不要出面去见见那金府？见。哼，
一位隐藏了这么多年，还将我那一位本尊逼入绝境的真正的老好人，我剑无双当然得好好见见。不可能，不可能！金火宫怎么会知道我是晋国的奸细？又怎么会特意设计我？金府，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很奇怪，很震惊？老实说，你这些年在我清火宫内隐藏的的确很完美。之前我清火宫的几位公主从未对你起过疑心，但这一次，你却逃不掉。我让你见一个人吧，等你见到他，想来你就能够明白了。金府天尊，别来无恙。是你？这不可能！你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红血王亲眼看到的，你的死讯都在清火宫内传开了。哼，你倒是希望我死，还有你背后的经过，也巴不得我就此死去。可惜我偏不如你们的愿。至于死讯，那不过是5位公主故意散播出来的，用来迷惑你、迷惑金国的罢了。清火宫是要把你当成杀手啊！聪明。不！剑无双，这金府天尊你要如何处置？还能怎么处置啊？直接灭杀了便是。嗯。剑无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接下来你便去处理自己的私事吧。还是那句话，行事尽量低调些，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自己不方便解决的，直接传讯给我就是了。知道。立即开启空间虫洞，我要去天穹域。阁下，从我们这座分殿到天穹域距离非常遥远，所以需要的神经也更多。需要多久？10亿神经。仅仅乘坐一次空间虫洞就需要10亿神经，相当于为普通道尊的全部身价。虚空殿主倒真是会赚取资源。哼！立即开启空间虫洞。是，大人。大人您请。离开天穹域已经很多年了，也该回去看看。师尊，回来了。看样子已经突破道尊了，你的进步速度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快上不少嘛。弟子只是侥幸得了一些机缘罢了。剑无双，眼前这人便是那位赠予你山河设计图的那位神秘师尊。是。哎，怎么会这样？我的感应能力一直非常了得，正常情况下，这一切当中没人是我看不透的呀。可你的这位师尊，我竟然完全看不透。哦，你的这位师尊，在我的感应范围内，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永恒境，再普通不过的了。可如果真只是一位普通的永恒境，如何可以给你混沌神宝？如何给你提升一时的秘术啊？徒儿，坐吧。你这次回来，莫非是在外遇到了什么麻烦？倒不是遇到麻烦了，只是离开久了，自然想回来看看，顺便将当初许下的一些事情给完成。许下的一些事？师尊不知那100年一次的生死永恒境还要多久才会开启啊？生死永恒境？你问生死永恒境做什么？是这样，当初呢，我曾在生死永恒境内待了100年的时间，在那100年里，生死永恒境内的古神一族对我颇有照顾。我在离开时对他们承诺过，数千年内会回去一趟，替他们完成一些事情。那生死永恒境你没必要去了，就算想去你也去不了了。为什么呀？生死永恒境早在2000年前
便已经消失了。啊，消失了？怎么会呢？生死永恒界在天穹域存在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忽然消失呢？难道是古铜王？对，就是古铜王。你既然在生死永恒境的古神一族内待了一段时间，那就应该知道，那些古神都信奉着一位王，他们都是那位王的子民，只是后来那位王突然消失了，他们才会落到这天穹域，且他们的圣地才会被封印起来。而实际上，古铜王就是他们的王。古铜王就是生死永恒界那些古神们信奉的王？师尊，那古铜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很简单，那古铜王遭遇过一场大劫，近乎身死。虽然侥幸存活下来，可体内一直被一股阴毒的力量摧残着，导致实力一直没法恢复，生命力也一直在损耗。后来他碰到了我，于是便跟我做了个交易。交易？很简单的交易。我炼制一枚丹药，替他清除了体内那股阴毒的力量，而他则是欠我一个人情。这些年他一直留在这一界，没有离开，便是为了还我的人情。直到2000年前东土大唐那一战上，我请他出手，这人情便算还了。还了我的人情之后，他便带着生死永恒界直接离去了。是这样啊。既然古铜王已经亲自收回了生死永恒界，那生死永恒界里面的古神圣地自然也会开启，这古铜王也会出现在那些古神们的面前，就不用你再去出手了。哼，那古铜王可是一位7星王族古神，实力何等强横，连他无法化解的阴毒力量，你的这位师尊随意炼制一枚丹药，便将那阴毒之力给化解了。剑无双，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呀？说明我师尊炼丹能力强呗。剑无双，你的这位师尊有大秘密。我知道。如果我没猜错，你的师尊恐怕并非是这清火界的人，而是来自万古混沌世界，甚至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还有可能是大人物，那种最顶尖的存在。哦，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到底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见过许多顶尖强者，有些顶尖强者都给人无比神秘的感觉，但若是比神秘程度，我所见过的所有强者都没有比你这位师尊更神秘，更令人看之不透的。如此神秘的强者，竟然会甘心待在这清火界内，甚至在清火界内也毫不张扬，甚至还收几个弟子，在一方宗门内任公主之位。他想做什么呢？他到底有什么目的？真的是无私啊，还是我跟3位师兄的实力太弱，根本帮不到他。不管怎么说，师尊对我有大恩，这份恩情足以让我豁出性命去报答。今后也不管他有什么目的，需要我替他做什么，只要不是大奸大恶，只要不是违背自己的本心的，我会竭尽全力替他完成的。慢慢来吧，我看得出你的那位师尊是真心待你，应当并没有想要利用你的精力。你若是想要报答他的话，那就得想办法提升实力，凭你现在的实力，可还没资格去报答他。剑无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是去星辰岛吗？星辰岛？星辰岛肯定是要回去的，但也不用那么着急。我好不容易回到天穹域，现在我只想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家乡？千古界？对，千古界才是我的根。我离开了2000多年，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剑侯府也不知道还是否存在。
千古界，家乡的味道。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果然，千古界的空间还是薄弱的很。别说我了，哪怕随便来1-2位永恒境，都可以轻易把这千古界粉碎掉。那里是南洋大陆。你听说了吗？半月前，剑侯府的那位天才去参加了集中狩猎，从西北10大王朝那么多天才手中一举夺得第一。且据说那位天才在过程当中还显得非常从容随意，显然没有拿出全部实力来。这件事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我当然听说过了。不愧是从剑侯府内出来的绝顶天才。哎，对了，那名天才好像叫做剑逍遥吧？如此实力，可为何我天宗王朝的地龙榜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啊？哼，地龙榜仅仅只是针对天宗王朝范围内的，又算得了什么？我听说那剑逍遥之前可一直在一方大型王朝当中闯过，他在那里有莫大名气，据说在那大型王朝天才排名当中可是排在第1位的。这剑逍遥厉害啊！当然厉害，不止他厉害，剑侯府也厉害。从剑侯府内走出来的天才，个个都很了得。家乡的酒虽然比不上清火界那些酒的美味，但却多了一番别样的味道，甚是难得呀。小二，给我把这种酒来个100壶。好嘞。剑逍遥，我剑侯府的天才。我这一离开便是2000多年，我还担心剑侯府是否还存在，可现在看来，剑侯府不仅还在，倒是越来越繁华了。不过能有这般繁荣，跟萧叔应当也有一定的干系吧。客官，这是您要的酒，一共100壶。您是用灵液支付还是用丹药啊？客父稍等我片刻，我待会儿过来结账。当然了，我用这柄剑做抵押。阁下，这剑就不用抵押了，你只管将酒拿去便是了。哦，那又多谢了。放心吧，待会儿就有人过来付酒钱的。掌柜的，刚刚那人难道是一位强者不成？您竟然不让他用剑抵押，直接放他走？强者？不错，他绝对是一名强者，一名真正的强者。最起码也是先天金丹，甚至是阴阳虚境那等巅峰存在，我不会看错的。不过这样的一位顶尖强者，竟然付不起酒钱。剑无双，你倒是真舍得的，竟然将血锋剑拿出来抵押酒钱，亏你想得出来。你师尊若是知道这件事儿，不得被你气死啊！哈哈哈，一时所需而已。3杀剑，看样子他便是我剑侯府那位绝顶天才。看样子我的酒钱有了。啊！喂，老瞎子，你眼睛看不见，难道耳朵也听不见不成？赶紧让开，让到一边去，不然小心被我的角马兽给踩成肉饼。哦，老家伙，你当真找死？给我滚开！什么？祖妹，别胡闹。族兄，你去将他请到旁边，再给他一些钱财，打发他离开便是。要我去？还不赶紧的！走走走，我带你到旁边去。哼，哪家的女娃娃呀？说话这么不中听，老瞎子今日要替你们家长好好教训教训你。老家伙，我要杀了你！不听话，再打！
这老瞎子。前辈，我家小妹年纪还小，并非有意冒犯，还望前辈恕罪。你这位小娃娃看到老瞎子走来，也不知道主动让让，还让这女娃娃跑过来将我给请到边上去，一样该打。怎么，小娃娃不服啊？不服就再过来。前辈，请赐教。好快，太快了，这便是极东狩猎第一的实力。怎么会？他明明没有动用丝毫灵力，甚至感觉力量也很弱小，就普通人的力量，度更是慢得出奇。可结果，我依旧完败。前辈，再来请教。哦，那是剑侯府的无影剑诀。前辈，再来。好刁钻的一剑，感觉就仿佛毒蛇一般。晚辈剑逍遥，求前辈收我为徒，授我剑术。拜师？剑侯府的绝顶天才要拜师，拜这老瞎子为师？他可是在极东狩猎上一举夺魁的天才啊！传闻很多站在顶端的阳虚境，甚至还有一些超凡入圣的巅峰存在，都想要收他为徒，可他都不答应。但是现在他竟然自己拜师了。老瞎子，我本来没什么本事，没资格当你师傅。至于剑术，老瞎子我只会一招，专门用来教训我家小孩的。我那孙儿经常调皮捣蛋，我便用这一招打他屁股。你愿不愿意学呀？教训小孩，用来打小孩屁股的那一招？愿意，晚辈愿意。既然如此，那老瞎子便将这一招交给你。老瞎子，我在红日酒馆内欠下了一些酒钱，你替我付了，算是那一招的学费吧。大机遇，天大的机遇。太上长老，你怎么看？那老瞎子实力很强啊，他刚刚出手时的确没有动用任何灵力，也没有动用什么力量，就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可结果却一次次轻易抽飞了剑逍遥的长剑。好的是他的招式，可他的招式不管我怎么看都觉得很普通啊。那老瞎子人呢？两位是在找我吗？什么？我……你……哎，你们两个娃娃也接老瞎子我这一招吧。该死！该死！什么？怎么会这样？明明就站在街道上方，而且都已经出手了，动静也不小，可这街道上的人竟然一个都看不到，这是什么手段？你们两个应当是刚刚那些小娃娃们的长辈吧？剑侯府当代剑侯剑化，剑侯府太上长老剑玉，见过前辈。见过前辈。哦，一个是太上长老，一个是当代剑侯。哼，老瞎子，我在剑侯府内有一位故人，跟你有几分相像，不知你可否认识啊？不知前辈所说的故人叫什么名字？他叫剑梦儿。剑梦儿？那剑梦儿是我的祖奶奶，早在2000年前便已经去世了的。前辈是祖奶奶的故人，这人竟然是一位跟祖奶奶她老人家同一时代的老怪物。
你祖奶奶跟老瞎子我的确是故交，今日老瞎子我刚好路过这里，却刚好看到你剑侯府那些小辈嚣张跋扈。哼，剑侯府现在在南洋大陆的确有了些底蕴，但别忘了，一山还有一山高，这个世界上翻手能够将剑侯府覆灭的强者多的是。我劝你们行事还是尽量低调些，别一不小心遭遇大敌。还有，你们这些剑侯府的高层得好好管束管束后辈，别让他们仗着有剑侯府撑腰就为非作歹。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本，别忘了剑侯府当初也是从弱小势力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前辈所言，我剑侯府必当铭记。罢了，老瞎子我也只是随性而说罢了。此外，我这里还有一门剑术秘籍也用不着了，也给你们吧。至于怎么用，你们自己商量着来。太上长老，刚刚那位前辈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知道，看他的样子似乎是为我剑侯府好，还留下了一门秘籍给我们，且言行举止对我剑侯府现在的状态有些不满，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难不成他真是我祖奶奶的故人？或许吧，不过这位前辈倒是提醒我了，这些年我剑侯府的实力一直在提升着，在南洋大陆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早已经引起了不少势力的注意了。而我剑侯府的小辈行事也越来越霸道，越来越肆无忌惮。前不久便有一位族人为了得到一个女人，直接带人灭掉了天宗王朝的一方一流势力，而我剑侯府的那些长老竟然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次，为了天宗王朝地龙榜排名更高，我剑侯府的一位天才竟然招人将排名更高的天才给暗杀了。这都什么事儿？这些事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我也是刚知道不久，且现在剑侯府看似强大稳定，实际上内部分成了很多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斗争不断。我虽然身为剑侯，但有着众多顾忌，必须权衡这些派系，想要做什么也并不容易。这些蛀虫！刚才那位前辈说的没错，我剑侯府安逸太平久了，早就忘记2000多年前我剑侯府弱小时是何等局面了。这般看来，我剑侯府也是时候来场风暴了。那些长老们也是时候该大换血了。想要做到这点，单凭我还不够，若是太上长老你肯全力相助，就没问题。那就放手去做吧。我剑侯府都因先祖崛起才有了今日的地位，若没有先祖，我剑侯府怕是早就不存在了。先祖好不容易替我们打下的基础，又岂能糟蹋在这些蛀虫的手中？对了，刚才那位前辈给我们剑侯府留下的秘籍，好可怕的剑术！这是刚才那位前辈留下的。如此可怕的剑术，还有这位前辈的手段，都匪夷所思。他到底是谁？他绝不可能是祖奶奶的故人。那位前辈不是祖奶奶的故人，他应当跟我剑侯府有着莫大的干系，甚至有可能就是我剑侯府的先辈。先辈？难道他是先祖？对，他是先祖，绝对是先祖。当初先祖神秘消失，有消息说先祖并不是陨落，而是去了更加辽阔的天地闯荡。而现在，先祖肯定是从那方世界回来了。他看懂了我们剑侯府现在内部的腐败，才会出面教训我们，指点我们。先祖，先祖！从今天开始，这枚令符当中的剑术将成为我剑侯府镇府之宝。
就算在剑侯府内，也只有那一时代最优秀的一位天才弟子才有资格修炼，且修炼时他必须立下血誓，不得将这门剑术传给任何人，违者一律沦为我剑侯府的叛徒处置。剑无双，你刚刚怎么不显露你的身份，偏偏要装一个老瞎子，去提点你的晚辈们？我显露身份？内部自成派系各自争斗，甚至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暗地里彼此厮杀。剑侯府的年轻一辈们，除了像剑逍遥等少数弟子之外，行事大多张扬跋扈，无法无天。单单现在这般成就，便腐败猖狂成这样，我要是再露面，剑侯府知道我这位祖先回来，还有了更大的靠山，他们行事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剑侯府今后是兴盛还是衰败，都得看他们自己了。剑无双，接下来你还打算去哪儿？接下来去神州吧。现在就去，要是晚了，我怕那丫头快撑不住。丫头，跟你有关系？等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哈哈哈哈！林兰，哦不，是鼎鼎大名的蓝月女帝。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会将你这无双剑阁彻底抹去，将你这位女帝收为禁臠的。怎么样？今日你逃不掉了吧？哼，就凭你，还不配在本帝面前撒野。哈哈哈哈！我是奈何不了你。不过自然有奈何得了你的人出手。孔大人，该您出手了。孔大人，他便是那蓝月女帝。正是他。你是谁？老夫空明。你来自万古界。你倒是不蠢。老夫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在搜集那千古令，想来是打算去万古界吧？此外，老夫还听绫罗公主说你还有一位师尊，你这无双剑阁便是以你的师尊的名字命名的。你的师尊据说在2000多年前通过千古令去了万古界，而老夫没猜错的话，你去万古界的目的八成是为了去找你那位师尊吧？还真是个好徒弟呀！可惜了，你太小瞧万古界了。你那位师尊在千古界当中或许算得上是个人物，可一旦到了万古界，他就会发现自己不过就是一只蝼蚁罢了。在万古界，比他天赋高、比他强的人多了去了。他独自一人去了万古界，不出意外，怕是早就死在万古界当中了。蓝月女帝，既然你如此想要去万古界，那老夫可以成全你。从今天起，你就跟在老夫身边，给老夫当女仆吧。若是伺候的老夫开心了，等老夫伤势恢复后，便带你去万古界，甚至替你寻找你师尊的下落，如何？怎么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莫非还不愿意了？孔大人，你有意见？不敢，不敢。你只需按照老夫的吩咐，将该准备好的东西都限定时间内准备好，让老夫的伤势能够快恢复过来。那老夫便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可若是达不到老夫的要求，你也得死。是，
想要本帝当你的女仆，你倒真是敢异想天开啊！不愿意呀，那没办法，老夫就只能简单粗暴点了。到此为止了吗？这是谁？你是谁？我？你刚刚不是已经提到我了吗？提到你了？你是蓝月女帝那位师尊？对，我就是他的师尊。至于名字嘛，就叫做剑无双。不知你可曾听说过呢？哼，你一个活了不过2000多年的小辈儿，老夫岂会听说过你？这剑无双去万古界的时间才2000多年，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算有些天赋，又能达到什么层次？能够成为天神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片千古界是在天穹域的掌控范围之内的，而我在天穹域名气不小，天穹域的永恒境应当没有不知道的，但这空明不知道，看来他并非天穹域的人。剑无双，老夫看上你弟子了，欲要收她为女仆，带她去万古界，你没有意见吧？哼，天底下无知的人很多，今天我便见到了一个。你要带我这弟子去万古界，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但是呢，却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啊？这前提嘛，就是你得有命回到万古界才行。小辈儿，你找死！神，这是神才具备的力量，莫非是神要灭我无双剑阁？什么？我道尊，这是道尊！唉，灭吧！住手！住手！我师尊是血崖道尊，我是血崖道尊的弟子啊！哦，不知道哪位道尊欲要杀本尊弟子，本尊血崖今日倒是要讨教讨教。师尊，你是道尊又如何？我师尊可是万古界鼎鼎大名的血崖道尊。哼，血崖道尊，就是你欲要杀本尊弟子？是我，但不知血崖道尊有何见教？难不成凭借一尊意识虚影，就想阻止我们？哼，单凭一尊意识虚影，本尊的确没法阻止你。可本尊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你若是胆敢动本座弟子一根头发，本尊担保整个虚空大陆将没你的容身之地。哦，你这口气倒是真不小，但是不知谁给你这么大自信说出这话来？难不成就凭你身后那位元天尊吗？你竟然知道元天尊？小子，你到底是谁？哼，我不过就是这千古界走出的一名普通人罢了。2000多年前，我才刚跨入万古界。至于名字嘛，我怕说出来会吓到你。吓到我？师尊，这人名叫剑无双，进入万古界的确只有2000多年而已，不知是如何修炼成道尊的。你说他叫什么？他叫剑无双，怎么了？剑无双大人，血崖道尊，你这弟子的命，我要。没问题。这该死的东西竟然冒犯了大人您，死一次都不足惜，哪怕大人您不亲自动手，等回到万古界后，我也会亲自出手将他碎尸万段。